朋友们，试想一下，在你觉得占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情况下，你信心十足的想要拿下一个大工程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这老天呀就是不给力，把这事儿就生生给搅黄了。哎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不甘心呀，我想再试试。哎，幸好啊，咱们的主角文太师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就有了咱们这一集的故事。我们今天的故事是个大工程，会涵盖《封神演义》里文太师著名的4场战役，还会在这一集讲一讲中国神话里的 buff 坐骑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先来一波关注。我们今天的故事马上开始。嘿嘿，话说魔家四将啊，在西岐送了命的消息传回到文仲的耳朵里，他当场就破防了。这打击不小，估计他内心 OS 是：姜子牙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来找你算账。哎妈呀，你是懂文太师的。他气得猛拍桌子，立刻写了一道奏书，向纣王请命，要亲自率领30万大军讨伐西岐。期待他放大招呀！纣王这还真是巴不得呀，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文太师选了个黄道吉日，披挂上阵，出发了。他经过黄花山时，顺便收编了4位高手：邓忠、先桓、张杰和陶荣。这4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他们都会法术，尤其是先桓，他身上长着双翅，会飞，还会使用锤和钻，堪称空中的杀手。说句题外话哈，先桓后来被封神以后，担任雷公一职，所以锤和钻就是雷公的象征啦。哇，这配置妥妥的神仙打架啊！没错，文仲心里美滋滋的，觉得有了这4位神将的加盟，打败姜子牙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他骑着莫麒麟在前，30万大军在后，浩浩荡荡的向西岐进发了。等等，文仲有莫麒麟，黄飞鸿有5色神鸟，他们都有坐骑。坐骑是什么？好问题啊，咱就来讲一讲坐骑。中国神话里的坐骑那叫一个秀，它可不是普通的代步工具，它们可是神仙英雄们的专属座驾，不仅提升身份，还有实力加成，简直是高配人生。坐骑就是主人的名片，比如太上老君的青牛，完美的诠释了道教的自然与朴素风；观音菩萨的金毛吼，那气场妥妥的威严与守护代表。坐骑也是实力担当，哪吒的风火轮，速度与激情并存，行动力拉满；孙悟空的筋斗云，分分钟一个筋斗10万8千里，真正的说走就走。坐骑还自带文化的 BGM， 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神秘力量的顶礼膜拜。麒麟象征着祥瑞，龙代表权威，都是古人对美好与力量的向往，满满的正能量。这些神奇的坐骑让中国神话的脑洞大开，故事的神秘色彩直接拉满，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，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咱再向右看西方神话，坐骑基本上全是清一色的马，追求的是征服与冒险，力量和速度在线。比如希腊神话的飞马帕加索斯 Pegasus， 而中国神话的坐骑那可是真花样百出，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完美联动，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这也说明了中西方在价值观和审美取向上的不同走向。
发现没？咱老祖宗啊，玩 sustainability 这一套啊，也是相当的溜啊。回到故事，文仲他们一路前进，途中经过一座山，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写着绝龙岭3个大字。文仲一看到这个名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想起师父金陵圣母的警告，你这一生千万不能碰到绝字，不然会有大祸。那他有避开这个地方吗？为了赶路啊，文仲决定先把这事抛诸脑后。他心想，天命在我，怕什么？他们继续前进，终于来到了西岐城下。文仲派人下了战书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姜子牙收到战书，也在考虑派谁出战。黄飞虎主动请缨，他说，我与文太师相识最久，对他最为了解，让我去会会他。黄飞虎于是便骑着他的5色神牛，威风凛凛地出了城门，于是就有了文太师此行朝歌西岐的第1次交锋。文仲见黄飞虎出阵，便派邓忠去迎战，两人刀来枪往，战得难解难分。张杰见状上前助战，西岐的南宫氏也加入了战斗。战场上一时间杀声震天，然后朝歌城阵营里啊又跳出了一个人，西岐这边又有猛将请缨，一股群架风，战场上杀声震天，兵器相撞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新环看到己方有点吃亏，决定放大招。只见新环啊呀呀呀呀一声，展开双翅飞上天空，手持锤和钻直奔姜子牙而去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黄天化驾着玉麒麟从天而降，挡在了姜子牙面前。黄天化和新环2个人在空中展开激战，锤和钻对银锤，火花四溅，场面相当的刺激。文太师看到黄天化的玉麒麟，甚至也派出了自己的墨麒麟，这仗打得连坐骑都打起来了，真是难解难分了。就在双方打得焦灼的时候，文仲还是瞅准了机会，紧握手中的武器，雌雄双鞭准备向姜子牙动手。姜子牙举起了自己的大神鞭，与文仲对战。2人大战数个回合，姜子牙渐渐不支，体力有点跟不上了。几个回合后啊，难以继续抵挡，倒在了地上。我错了，擒贼先擒王啊！嘿，说的没错。姜子牙这下危险了。幸好啊，哪吒脚踩风火轮，手持火尖枪，及时赶到。文太师，休要伤我师父！哪吒果然是可靠的小英雄呀。嘿嘿，说的没错。文仲看到姜子牙被救走，气得咬牙切齿，举起双鞭冲向了哪吒。金吒、木吒看到弟弟受到了挑战，也跳了出来助战。这文太师还真不是盖的，以一己之力战哪吒兄弟3个人都没有败相。杨戬这时手痒痒了，也跳进了混战之中。结果文太师的双鞭甩向了他的头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火星迸发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。定睛一看，人杨戬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文太师心里呀也暗自叫苦，合着自己都这么拼了，结果没有损耗西岐一点兵力。战斗持续激烈，结果陶荣看朝歌这边的士气啊，也因为焦灼的战斗受到了影响，立刻取出了飓风幡，顿时昏天暗地，飞沙走石，大家都没办法继续打仗了，这才收兵，各自回营休整了。这一仗打得好艰难。对啊，文仲没赢第一仗，他会不会不服气再来一场？嘿嘿，你们猜对了。3天以后啊，西岐城门大开，姜子牙率领众将出城，要和文仲进行第2次会战。文仲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挥舞着雌雄双鞭上阵，气势汹汹。姜子牙也不示弱，拿出了元始天尊给他的大神鞭迎战。俩人一见面呀，文仲的雌雄双鞭由下向上挥，姜子牙的大神鞭呀由上往下打。只听咔嚓一声，瞬间火星四溅，场面非常的震撼。
文仲的雌雄双鞭立刻被打断成了2截，掉在了地上。他也从莫麒麟上摔了下来，他赶紧收起鞭子，在吉利和于庆的掩护下灰溜溜地逃下阵来。这下文仲的心态估计要崩了。他们正领着败兵往营地退，突然天空中响起了一道天雷。文仲抬头一看，只见空中飞下来一个人，面貌如鹰，有双翅，面露凶光。文仲惊叫道：心环，当心！与话音刚落，那人已经飞到他的头顶，大喊一声：我雷震子来也！新角色出场了，雷震子这个名字好酷。雷震子啊，可是咱们《封神演义》里的知名人物，他是钟南山、玉柱洞、云中子的徒弟。这一次他下山助姜子牙伐纣，正好赶上两军对战。他是来给文仲添堵的吗？嘿嘿，可以这么说哈。他看到文仲有心环在空中护卫，地上的西岐军队不好追击，便决定出手相助。心环这边呢也已有防备，用锤和钻挡住了雷震子的攻击。两人直接展开了一场空中对决。只见他们飞上飞下，一个追打，一个阻挡，4翅翻腾，掀起风雷不断，场面相当的壮观。文仲见心环牵制住了雷震子，心想这个时候不溜，更待何时？于是连忙带领将士逃回了营地。心环见文仲已经安全地撤离了，也不恋战，向雷震子虚晃了一锤，振翅高飞，撤退了。雷震子看到局势已定，便不再追赶，转身去找姜子牙报道。在西岐城的相府中啊，姜子牙和雷震子详细交谈后才知道，原来雷震子啊是文王的义子，也是武王最小的弟弟。居然还有这样的身份啊！是呀，姜子牙引他见过武王后啊，就留他在这里听候调用了。再说文仲这边，他惨败回营，带领大军后退了70里，查点军事时发现竟然损失了2万多人，损失惨重啊！文仲这下该怎么办？他坐在营帐里啊，心情郁闷，开始思考对策。这时手下的吉利上前说：太师，西岐的奇人异士太多了，不如我们也请些道友来助战。他这是要召唤队友了？哎，没错。文仲听到这话，立刻燃起了斗志，说道：就这么办。于是啊，他让邓忠、心环等人守住大营，自己骑上莫麒麟，直奔东海的金鳌岛。金鳌岛上住着许多道友，文仲一下子就请来了10位道友。有一堆天军包括秦天军、董天军、赵天军、袁天军、孙天军、白天军、姚天军、王天军、张天军，再加上一个金光圣母。这阵容堪称最强天团。嘿嘿，这群能人异士商讨过后啊，决定采用10绝阵来对付西岐大军。10绝阵包括天绝阵、地裂阵、烽火阵、寒冰阵、金光阵、化血阵、烈焰阵、落魂阵、洪水阵和红沙阵，每个都有独特的威力。文仲这回信心倍增，发誓一定要把姜子牙打得落花流水。10绝阵听起来就很厉害，姜子牙他们能应付吗？哎，那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。第二天一早啊，太阳刚刚升起，文仲和他的10位道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西岐城进发。他们在城外摆开了阵势，声势浩大，直接点名叫姜子牙出来应战。姜子牙也不是吃素的，他带着哪吒、黄天化、杨戬等人整装待发，出城迎战。文仲阵营中的秦天军骑着一只神鹿，上前对姜子牙说道：姜子牙，我金鳌岛秘藏10阵，今天特来摆下与你比试，你且看这10个阵法能不能解。如不能解啊，就请你向文太师投降，你不必逞强，以免搭上双方英武勇士的性命，伤及无辜的百姓。姜子牙微微一笑，客气地回答道：道兄说得很好，就依道兄的方法，子牙等候布阵。于是啊，秦天军等人开始了布阵。过了半日，
石绝阵终于布置完毕，他们让姜子牙来解阵。这阵法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嘿嘿，你们慢慢听我说哈。姜子牙和哪吒等人等站在城楼上观看，只见城下的伤兵列队整齐，头阵士兵举起一个大牌子，上面写着天绝阵，感觉有点玄幻大片的既视感。嘿嘿嘿，确实。接着呀，士兵们迅速变换了队形，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。只见打头的士兵挑起另外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地裂阵。无数的伤兵在城下列队移动，像棋盘上不断移动的棋子，阵型变化莫测。姜子牙越看脸色越差，眉头紧锁，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看来他有一点顶不住了。嘿，确实是哈。擎天君呀，这时高声地问道：“姜子牙，你可有解法？”姜子牙不想露怯，沉思片刻，答道：“道兄的阵法绝妙，但也不是不可解。待子牙回去思索，再来论战。”请了。说完呢，姜子牙带着哪吒他们转身回相府了。回到相府，杨戬急切地问道：“师叔，能解开吗？”姜子牙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哎，这石绝阵啊，变幻无穷，我们人手不够，恐怕难以破解。”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啊，门外有人来报：“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求见。”援军到了。嘿嘿，没错，赤精子呀是姜子牙的师兄，法力高强，专程来助他破阵。紧接着又有10余位仙门好友前来助阵，他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，有广成子、黄龙真人、太乙真人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等等。姜子牙看到众位师兄弟前来相助，高兴极了，立刻派人送信给了文仲：“3日后会阵。3天后，两军再次对峙，场面一定很壮观。”是的，约定的日子转眼就到了。文仲啊和10位道友各自在石绝阵中找好了位置。姜子牙这边啊，燃灯道人带领仙人也都到场了。战斗一触即发，赤精子对阵擎天君，太乙真人对阵赵天君，广成子对阵董天君，文殊广法天尊对阵元天君，普贤真人对阵金光圣母，等等等等啊，每个人都找到了对阵的对手。石绝阵真是厉害，一阵胜过一阵。天绝阵中，天空骤变，狂风大作；地裂阵里，地面裂开，火焰喷涌；风吼阵中，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。感觉就是各种特效全开。说的没错哈，双方在西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战，一连数日，阵型瞬息万变，你来我挡，你追我赶，刀枪拼杀，法宝横飞，奇兽哀鸣。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啊，姜子牙的仙人战队们渐渐占据了上风，他们各显神通，逐个的破解了石绝阵。文仲这下脸色肯定不好看。没错哈，文仲的脸色大变，再也没有先前的得意神色。他意识到形势不妙，但还剩下最后的一阵红沙阵。红沙阵有什么特别之处？红沙阵呢，是石绝阵里头最阴险的阵法，能让人迷失方向，甚至中毒身亡。姜子牙一时间呀也拿不出办法。这时候需要外挂了。是的呀。这时姜子牙请来了南极仙翁，他是元始天尊的弟子，法力高强，擅长破解各种疑难阵法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关键先生。南极仙翁啊，施展了法术，撒下了仙露，驱散了红沙，成功破解了最后的阵法。太棒了，姜子牙他们终于赢了。文仲看到石绝阵啊被全部的破解之后啊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他不得不带着残兵回到了营地。这次他真的输了。没错，
姜子牙这边呢，满城欢庆，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石绝阵被破解之后啊，文仲一个人坐在营帐里，闷闷不乐。他为10位天军道友的战败和伤亡的兵将而哀叹，同时也在等待朝歌派来援兵。这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气袭来。文仲的额头上啊有一只神目，可以看到远处的情况。他猛然间睁开了神目，发现了西岐城上有一股杀气正朝他的营地而来。文仲气得身体发抖，怒道：“好你个姜子牙，破阵得胜还不满足，竟然想连夜来劫我的大营！”姜子牙这是要乘胜追击呀！哎，没错，文仲急忙召集几位将领商讨对策。他命令邓忠和陶荣守卫左营，辛环守住右营，吉利和余庆带领弓箭手守住后营的粮草，自己则留在中军准备迎战。当天晚上，乌云遮月，黑暗笼罩。姜子牙率领西岐的兵将，悄悄地潜到了文仲的营外。只听一声炮响，3军的呐喊声和战鼓声震天动地。姜子牙的大军开始夜袭文仲的军营，这场面一定非常震撼。嘿嘿，可不是吗？虽然文仲早有防备，但姜子牙的军队啊，如潮水般的涌来。不一会儿就冲破了他设下的7层防线，7层防线都挡不住，姜子牙这边实力也太强了吧！嘿嘿，文仲骑着莫麒麟直奔姜子牙而去，想要一举击败他。关键时刻，金吒、木吒和龙须虎立即冲上前，挡在了姜子牙的面前，将文仲团团围住。姜子牙趁机抛出了打神鞭，击中了文仲的左肩。文仲暗哑一声，受了伤，赶紧退回到副将身后。他回头一看，自己的营地已经4处起火，左营被黄飞虎攻破，右营被南宫氏攻下，最重要的后营粮草也被杨戬给烧毁了。他的爱将陶荣还被黄天祥一枪刺下了马。这是兵败如山倒啊！嘿嘿，确实哈。文仲心中苦叹：天佑姜子牙，看来今日难以挽回局面了。他不敢再恋战，急忙召集辛环、邓忠和剩下的3万残兵败将，连夜逃往嘉梦关。这次惨败让文仲不得不开始他的逃亡之路。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困难呢？哎，那就是我们下一集的故事啦。文仲的逃亡之旅啊，充满了曲折和挑战，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考验。3, 2, 1。先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3, 2, 1。难得。3, 2, 1。